大家好，我是月音。最新消息，中共四中全会前夕，中南海政局惊现异动，党媒突然拿掉了习核心3个字，这可不是笔误，而是重磅的信号。习近平的权威正在被党内刻意的降温。而同一时间，江泽民家族的老地盘上海国资系统接连塌方，城投董事长蒋曙杰落马，背后牵动着整个老上海帮。更戏剧的是，在厦门，中金公司2名大人物丁维、安源双双失联，原本属于朱镕基、王岐山的地盘，如今却迁出了习近平心腹何立峰的势力范围。习的称号被降级，江派救亡也被清算，连自己人马也中枪。看来中南海正在上演一场前所未有的权力大乱斗。中共党媒新华社8月17号报道了习近平《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》这本书出版的消息。短短的几百个字的报道里，有2个细节极不寻常。一个是报道说这本书是经中央批准再版。在过去的5年里，习近平出版了近70本书，相关的报道中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表述。这意味着习近平出书不再是自己能决定的，而是需要高于他的党中央来批准。这说明他的个人权威正在被弱化。还有一个是更明显的信号，通篇报道完全没有提习核心，而是在8月初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之前，中共官媒时不时还会提到习核心，包括习文选文集的出版。比如7月6号，官媒报道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1卷出版的消息时，还是会提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。再往前，3月12号报道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篇一书出版的消息时，也有习核心的表述。而在2024年关于习近平出书的报道中，习核心更是标配。可是这一次，不仅这篇报道没有提，就连中共总理李强几天前的讲话中也只提习思想，而不是提习核心。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体系里，这绝不是疏忽，而是刻意的政治表达。这似乎印证了北戴河会议上可能达成了某种共识，保留习的面子，但一尊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。第二个反常的是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的不同调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解放军报就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，不点名的批评家长制，一个人说了算，被认为是用写文章的方式对习近平个人集权的反抗，是一场软性的兵变。而在8月8号，解放军报又发了一篇文章，标题是以有愧之心求无愧之境，说为官从政之羞愧，才不至辱官德。在当下中国经济一团糟，国际上也空前孤立的背景下，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，是不是在敲打那个不知羞耻也不想下台的人呢？而党报人民日报则针锋相对。几天后，他在头版文章中把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理论挨个说了一个遍，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强调要2个维护习核心，一个强调知羞愧，一个强调要维护。军报和党报，一个由张又侠主掌的军方控制，一个由习家军蔡奇主掌的宣传口控制。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博弈似乎已经公开化了。8月18号，中共上海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，上海城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蒋曙杰因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，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此时正值中央第6巡视组进驻上海期间。蒋曙杰61岁，是苏州人，常年在上海城建系统任职，历任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副主任、上海张江高科管委会副主任、上海交运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。2017年4月起出任上海城投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。2022年12月成为上海政协委员。2010年11月15号，静安公寓大火造成了58人丧生，71人受伤。时任市建交委副主任的蒋曙杰因此被行政降级，
党内严重警告。这之后转任张江高科管委会副主任，再到交运集团2次起步，最终于2017年再度重用，掌舵城投。上海城投隶属上海市国资委，主业涵盖道路桥梁、水务环境、房产开发等核心基建板块，每年经手的资金体量巨大，是典型资源密集型的国企枢纽。蒋曙杰落马前后，上海国资系统密集出事。8月11号，上海市国资委出资子公司、出资并监管的上海国盛有限公司副总裁陈维落马。8月5号，上海市国资委原主任白廷辉因受贿8891万元人民币，被判终身监禁。白与蒋同属城建系统出身，且白廷辉曾是蒋曙杰的上级领导。官方认定他在2004年到2023年期间，在工程承包、款项结算等领域大肆敛财。3月31号，上海东方枢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原副董事长徐孙庆落马。孙也曾因2010年11月15号的大火被撤职，不过仅1年后就又复出了，任深江两岸开发投资集团副总裁。2015年11月升任上海地产集团副总裁。2023年2月转任东方枢纽集团党委副书记、副董事长。仕途起落显示出这个系统先追责后付出的权力运行常态。上海国资委与城建系统是江泽民家族的利益地盘，长期被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深度操控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张绵恒创造并出任上海联合投资公司董事长、法人。该公司隶属上海市国资委，主投基础设施、技改与高科技。另一方面，江泽民的次子江绵康常年盘踞城建和交通系统，历任上海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巡视员、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主任、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、院长等职。维权律师郑恩宠披露，江绵康虽然名义上是局级巡视员，实际上实权非常的大。他曾在6个官方房地产相关单位出任最高职务，每个职务都能挣钱，而且不为公众所知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蒋曙杰和徐孙庆都是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上海任职时候的旧部，这显示清洗已经波及到了老上海帮的人脉圈层。时评人李彦明表示，江家深度操控的城建与交通系统，贪腐内幕非常的惊人，其黑色的利益网可能会牵连到先后主政上海的新老上海帮大佬。近2年，中共不同派系的元老和现任高层的内斗升级且公开化。北戴河会议敏感期间，中央巡视组进驻到上海，江家利益地盘也在此被清洗，反映中共高层的内斗加剧。在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，金融圈也发生了巨震。中金公司元老级人物丁伟和中金资本营运管理委员会委员、中金起源基金总经理安源失联。中金公司与厦门政商圈深度关联，丁伟与安源的失联不仅震荡中金公司与厦门政商圈，更是牵连到了习近平心腹何立峰的势力地盘。虽然中金公司被外界视为朱镕基和王岐山的地盘，但丁伟在习近平上台后重返中金，并与何立峰主掌的国家发改委及厦门市政府深度合作，显示其与习派势力的关联。何立峰作为习近平的心腹，其执掌的发改委近期高层人士大洗牌，非习嫡系官员接任要职，何的亲信被调离，显示其势力受到冲击。此外，习军中的心腹苗华、何卫东案还在发酵，两人都是驻守厦门第31集团军出身，进一步凸显了厦门军政商圈的敏感性，连自己老班底的大本营都保不住，这对于习来说可不是个小事。中共陷入了大乱斗。中共4中全会前，习亲信被检，江绵恒地盘被端，朱镕基、王岐山人马失联，中共特务机构中联部部长刘建超被抓，天龙女杨兰兰以泼天的财富爆红，
而习近平急入301医院的传闻，大批坦克、装甲车驶过长安街，江油事件等等等等，这些事件共同拼凑出了一幅末世乱象的图景，牵扯人物层级之高，涉及范围之广，斗争的手段之惨烈，显示出中共已经进入了大厦将倾的前夜。如果把今天中南海的乱象放到历史的长河里看，就会发现早已经有了前车之鉴。清末的养廉银制度，就是近来中共的反腐运动，也是一个熟悉的套路。咸丰年间的肃顺，光绪年间的端方、袁世凯，虽然名义上是整肃贪官，实际上多半是政治清算。比如肃顺在辛酉政变后被处死，罪名虽然有贪腐，但关键原因是失势于慈禧，这和中共今天的反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还有一个更耐人寻味的历史镜像，就是黑箱与谣言并存。清末宫廷消息不透明，常有皇帝驾崩、太后病重的传言满天飞。光绪26年庚子之乱时，连在京的外国使团都无法确定宫廷内部的实情，只能靠零散的情报去猜测。这种情境和今天外界无法确认习近平是否进301医院的传闻有着惊人的相似。当朝廷的政治秩序逐渐丧失透明与公信力，当权力斗争取代制度运行，当整肃与恐惧成为治理主旋律的时候，一个政权就走上了末朝化的轨道。事实上，从中共建政以来，这种权力顶层风雨摇摆，下方体系全面失序的局面已经多次重演。毛泽东时代如此，邓小平时代也是如此。从913事件林彪出逃坠机，到80年代的胡耀邦、赵紫阳相继被迫下台，每一次高层的变故背后都是派系冲突与制度设计的必然产物。特别是文革后期，毛泽东虽然依然掌握着至高无上的话语权，但军内外早已暗流汹涌。林彪逝世的1971年，中共报道一度出现异常用语，毛的名字被刻意的弱化。与此类似，今天的官媒在报道民主集中制的时候，只字未提习近平，却加上经党中央批准，这便让外界嗅出党内已经有人有意降温个人崇拜的意味。而与过去不同的是，如今的中共体制已经被习近平推到高度个人集权的境地，一旦核心本人出现了问题，整个政权便失去了制度缓冲，权力真空和内斗的烈度将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派系之争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10月即将召开的中共4中全会便成为外界观察政局走向的重要窗口，成为检验习近平是否还能稳住局势，也可能是成为党内权力重组的舞台。问题在于，这次乱局是否还能靠一次全会来暂时压制，还是说内外矛盾叠加下已经形成了制度无法消化的裂缝呢？这些答案或许随着中共4中全会的帷幕拉开而逐步显现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